兽人争霸比赛现场，竟意外掉入了个人类幼崽。看着旁边激烈战斗的兽人，小崽崽努力的把自己缩成一团，降低存在感。殊不知自己早已被投屏到大屏幕，直播间的人都疯了。这可是已经灭绝的人类啊，还是幼崽好可爱啊！此时天空下起了雨，崽崽继续往旁边缩了缩，还捡了一块兽人打斗中战损的皮毛盖在身上。那一小块皮毛就足够将它整个裹了起来，让崽崽变成毛乎乎的炸毛仔团子。毛仔缩在角落等了好大半天，雨势才渐渐变小，而幼崽终于踏向了他接触这个世界的第一步。但是第一步就一不小心踩到了水坑。很爱干净的崽不喜欢水坑、沙地、草坪这一类的东西，所以接下来毛团团崽是蹦着走的，一蹦一跳的他终于获得了那些观看决斗的兽人们的关注。109号摄像头这边照到的生物是什么新物种吗？毛茸茸一蹦一蹦的，还挺可爱。幼崽根本注意不到他的一举一动都被收录到了摄像头之下。他饿了，幼崽看着周围空荡荡的树林，感受到了一阵委屈。他坐倒在地上捂着肚子，跟自己的小肚皮商量，你能不能晚点饿？再晚点爸爸就来了，你先不要饿吗？可是回应他的只有肚子里传出来的超长的咕的叫声。幼崽开始垂头丧气，开始寻找附近的食物。崽左右看看，以他的能力也就只有去捡树下掉落下来的野果子。崽努力绕着树走了一圈，挑了几个颜色最鲜艳的漂亮的果子，想用乳牙把果汁挤出来吸掉。谁知道这种颜色成熟的果子也许早就被虫子吃掉了果肉。他用手挤了挤，里面的虫子就钻出来和他打了招呼。他惊讶地看着手里的果，吓得连忙丢掉。小家伙的一举一动都完全被摄像头记录了下来，原本全是屏蔽词和骂战的弹幕，在幼崽这里就陷入了一阵诡异的安静。傻傻的小幼崽，他看起来才刚出生，不应该将他丢在这里自生自灭。他看起来不像是高阶兽人，也不像是亚兽，他身上一点兽类的基因显现都没有，像是我们的先祖记录下来的那些脆弱可怜、早早灭亡的两脚兽。到目前为止，已经有数百人同时观看小家伙一边啃果子一边哭鼻子。被虫子吓到的小家伙饿得实在受不了，只能再次出去觅食。这一次他长了记性，挑到稀稀拉拉的野果时，先敲敲门，确定里面没有虫在用餐，小家伙才抱着果子啃起来。虽然味道不太好，但勉强能果腹了。崽只能一边吃一边哭，还要安慰自己，这一口是烤鸭，这一口是桂花糕。幼崽吃饱了，也哭够了，擦擦眼泪又想要睡觉，所以他慢吞吞地挪到了树叶下面。小家伙甚至还捡了2个青色的野果子回来做装饰，一左一右放在他的床头。属于崽的这片小天地顿时变得充满童趣起来。只会如同战争机器一样厮杀的兽人们根本不明白这种从他们身体里生出的情绪是什么，只是看着那小团睡得香喷喷的崽，心里泛起了一阵阵酥麻的痒意，真受不了了。这幼崽看着让人上瘾，到底是不是敌军派过来瓦解我们的窝点？家兽们，我们去把其他观众也叫过来吧，早点让官方注意到这里。一看到幼崽那么可怜的受苦，我的心都要揪起来了。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涌入这个无人在意的角落的摄像头。崽要是知道他现在在全国人民面前直播睡觉，估计连眼睛都闭不上了。不过现在他也只是无知无觉的沉睡在梦乡里，盖在身上的皮毛凸起一个小鼓包，随着崽的呼吸一起一伏，就是那么简单的画面。观众数量却一直在呈几何倍上涨，只是弹幕却都保持着默契的寂静，似乎所有人都下意识觉得不应该打扰幼崽的安眠。可偏偏有不长眼的家伙出现，有人打架殃及到了在旁边睡觉的幼崽。幼崽被一阵剧烈的大地晃动吵醒，他掀开沉重的眼皮一看，一匹巨大的银狼正在与足有树干粗壮的漆黑巨蟒对峙，那只蟒就在崽跟前，崽甚至能看清楚巨蟒鳞片上折射的七彩光泽，真是五彩斑斓的黑。这只蟒连嘴都不用张开，就能囫囵将幼崽直接给吞了。面对这种情况，缓缓闭上了眼睛，躺平装死，脸上甚至泛出了一点安详的光晕。不过还好，因为幼崽实在太弱了，所以他们在战斗过程中一直没有发现崽的存在。就在崽偷偷睁眼睛看他们究竟走没走的时候，刚刚打赢了一场胜仗，依靠在旁边休息的巨蟒转过头，冰冷的兽瞳正巧和幼崽的眼睛对视。崽立刻躺平，想要装作无事发生，但是那冰凉的蛇鳞却贴上来，慢慢笼罩住了整只幼崽。大蛇毫无情感的眼睛注视着他，似乎在打量他好不好吃。幼崽忍了半天没忍住，抽噎了一下，拜托拜托拜托，你别吃我好不好？我这么一点肉，不香的。崽崽胃也不好吃，他呜呜咽咽哭得可怜，瑟缩成一团，活像要被欺负的卑微小幼崽。但他不知道，像大蛇这样的高阶兽人根本不屑于去理会这种无用的亚兽，或者是过于脆弱的幼崽。但是幼崽这副委屈的样子，还是让人起了更多的念头，不管是觉得有趣，还是起了恻隐之心。总之，大蛇一口叼起幼崽，将崽给带走了。那些刚刚有事没注意到这边情况的兽人观众，我那么大一个崽呢？还好有热心市民一直在这边的摄像头指路，幼崽被沈家家主带走了，指路沈家的跟拍摄像头。沈家可是这一次的夺冠热门。在此之外，沈家家主沈千羽已经连续2任成为了王，就算这次又涌出了实力惊人的新的后辈，但在所有人心里都无法撼动沈千羽的霸权地位。当大蛇版沈千羽将幼崽带到自己暂居的地盘的时候，崽都已经被下印了。沈千用蛇尾搓了搓幼崽，把崽重新搓得热热的、软软的，才放开。崽宁愿自己就这样化掉，看着崽始终不肯睁开眼睛看他，一副掩耳盗铃的样子，沈千羽索性放弃了。崽装死装了半天，实在是装累了，就慢吞吞翻了身，以一种非常不安详的姿势蜷缩起来，打哈欠。了个哈欠之后，困意就席卷而来，于是崽俨然完全忘记了自己是在装死，睡得香香的，还打起了小鼾。沈千羽第一次通过自己的兽瞳流露出无奈的表情，也许是感受到了背后的凉意，幼崽一下子惊醒，捧着腮帮子小声强调：“我没有睡哦，我刚才没有睡着，我只是在思考怎么变成威武霸气的超级大龙，可以呜呜。”幼崽口中的拟声词就是飞起来腾云驾雾的意思，他以为这样就可以吓到对方。但是沈千羽能不能明白幼崽的话就不说了，都快以为这孩子发育有点问题，直到幼崽看见那条大蛇没有再理他，
而是在巢穴里面盘踞了下来，闭上眼睛休息了。幼崽这才松了口气，以为自己逃过一劫。他转头小心翼翼打量起周围，发现自己被大蛇带到了一个温暖干燥的巢穴里，他终于不用被风吹雨淋了。幼崽陷入沉思，所以大蛇先生是好人，这不会是他的爸爸吧？幼崽悄悄坐到大蛇身边，看又看，想看看大蛇这里有没有食物。很可惜，蛇没有囤积食物的习惯，它们通常是把食物囤积在肚子，但是幼崽饿得实在受不了了，抱着那一点点希望，幼崽挪到了大蛇的面前，两只小手试探着扒拉上了大蛇尾巴间的一点鳞片。沈千瑜睁开一只眼睛，投去一个冰冷的视线。幼崽本来是害怕他的，但是崽只要一想到对方有可能是爸爸，便还是义无反顾地摇了摇大蛇的尾巴尖撒娇：“我饿了，求求了，不要把崽饿成崽干。”大蛇看了崽一眼，还是出去给崽打猎了。他随便在路边找了只普通的小动物，咬死，以飞快的速度回来，丢在幼崽面前。崽看着面前被现点现杀的小动物，大受震撼。沈千瑜怎么不吃？他都没想到，以现在的幼崽来说，连吃生肉都是个难题。本来沈千瑜帮这只幼崽打猎就已经是仁至义尽，这可是幼崽一直捂着肚子喊饿，到最后还含着眼泪，可怜巴巴的喊着：“爸爸，爸爸！”沈千瑜只能变成人形，帮幼崽处理了猎物，烤熟，不熟练的把崽抱在怀里，将肉喂到他嘴边。幼崽感受到了温暖的怀抱，他看都不用看，似乎就笃定了照顾自己的人就是爸爸，一个劲的往沈千瑜怀里埋，蹭来蹭去撒娇。崽的牙齿也是宝宝牙齿，没长大，咬不动。爸爸喂！沈千瑜不可置信的掰开幼崽的嘴看了看，一排整齐的小糯米似的无用乳牙，里面也没有其他的獠牙生长的地方，没有毒腺。沈千瑜还抬手把崽举起来捏了捏，发现崽也没有矫健的肌肉和利爪，只有一团软乎乎的肉和还未发育的小骨头，软弱到根本不像是兽人幼崽。沈千瑜不知道作何感想，在发现幼崽的秘密之后，也只是一点一点将肉撕得细碎，喂进崽的嘴里，只吃了那么一点就饱了。沈千瑜皱着眉头摸了摸幼崽鼓鼓的肚子，确定他是真的吃不下了，才放下手里的食物。终于，他还是忍不住为幼崽发愁，这样先天不足的小家伙是怎么活下来的？吃饱喝足的幼崽抱着他的手指，又满足的将脸贴上去撒娇了：“爸爸，好喜欢你。”沈千瑜感受着指尖的细腻触感，突然心底冒出了一股无比剧烈的饥饿感。他竟然觉得此刻怀里的幼崽无比香软，皮肤细腻如同脂膏，勾起了他的食欲。他鬼使神差的想，这样的崽一定无比美味。沈千瑜不明白，食欲也是一种喜欢的表现。你的灵魂很好吃。崽察觉了沈千瑜朝着自己越靠越近，崽很自然的用脑袋主动去顶沈千瑜的掌心，想要沈千瑜摸摸他。弹幕立马跟炸了一样，两脚兽幼崽撒娇了：“啊，王道士伸手去摸他呀，难道是借过瘾吗？连这都不摸？崽崽，你喜欢什么颜色的麻袋？我带着麻袋来看你好不好？”沈千瑜也从没见过这么粘人的幼崽，他们兽人的幼崽不会那么脆弱，如同自然界的兽类一样，出生时就已经发育完全，有了自己存活的能力，只需要父母稍加引导，就能够开始学习技能，融入社会。像幼崽这样只会被欺负到连骨头渣子都不剩。幼崽他只是单纯的觉得高兴，自己找到了爸爸，又有家了。看到幼崽脸上的笑容，沈千瑜的心脏抽搐了一下，他的手指蜷缩，像是想要去抚摸幼崽，但又对这样脆弱的崽不知道如何下手。爸爸，倒是崽主动靠近了沈千瑜，自觉地爬到沈千瑜身上，趴在他的胸口，一双漂亮的蓝眼睛一眨不眨望着他，看得人心都要化了。沈千瑜只好单手托住趴在他上孤勇的幼崽，侧身变回了黑蛇的模样。不是他不愿意使用人形，而是他们现在正在比赛中，人形太拖累，若是有人趁机攻击，人形的反应能力可比兽形差太多了。我已经疯狂截图截到手软了，两脚兽幼崽怎么这么可爱？真凭什么就变成王的幼崽了呀？我好羡慕。不正常的数据流和兽人们讨论的官方看不懂的话题，终于引起了官方的注意。他们一群人晚上加着班，认真且严肃地点开了王的摄像头，结果看见的就是这样平淡温和的一幕。以为又要连夜加班剪血腥镜头的技术员神情一怔，而播放比赛的官方高层人员看到这一幕却有些为难，他们七嘴八舌的讨论这该怎么办。不管怎么样，现在那个幼崽在王的手里，我们需要征询王的意见。而这边与沈千瑜的助理一起到达的，还有所有兽人发起的联名书，数以万计的兽人联名上书，有背景的甚至向着官方施压，强烈要求星际娱乐暂停决斗比赛，将幼崽放出来。沈千瑜的助理自然也是高阶兽人，头上的羚羊角很明显暴露了他的兽人基因。他面对着众人的追问，也只是很平淡的说：“我会和主人汇报的。”但是在沈千瑜收到消息之后，令人意外的是，他没有选择任何一条别人为他准备的处理方法，而是直接将睡着的幼崽藏在巢穴深处，然后出门加快速度进行一场狩猎。本来每个来参加比赛的兽人都觉得王固然很强，但是自己也许有战胜王的可能，毕竟没有人能永远稳坐王位，只要是有血有肉的兽人，总会有破绽。但直到现在他们被王压在地上摩擦的时候，他们才认清了这个残酷的真相。王其实就是为了不表现的那么敷衍，所以才会和他们在这里耗时间。实际上他们与王的差距简直如同天堑，所有高阶兽人都面色灰败的认了输，而擅自加快了比赛进程的沈千瑜连新的加冕仪式都没参加，他只是转身回到巢穴，抱起幼崽就留给摄像头最后一道生命。幼崽得救了，兽人们放心了，但令兽人们仍然哀嚎遍地的是，幼崽离开了比赛，他们就看不见幼崽了。完蛋了，早知道他们不应该催得那么急。一夜之间，在比赛论坛里发疯的兽人们越来越多，幼崽这段时间的录屏价格也炒到了新高。不管外面掀起了多大的腥风血雨，但在沈千瑜这里，一切都是静谧的。他抱着孩子上了通体漆黑线条流畅的低调轿车，在一片凛冽寒冬里驱车驶回王宫。等幼崽醒来的时候，就发现自己身处在一处宫殿中，正巧门外的沈千瑜推门进来，低沉的充满男性魅力的嗓音响起：“醒了。”沈千瑜迈步走到幼崽面前，看着幼崽眼睛一亮，对着他摇起了不存在的吻。
那副模样比小狗还要小狗。爸爸抱，仔黏糊糊的撒娇道：“我不是你爸爸。”沈千瑜陈述事实，并且伸出手将幼崽接住，以免他从床上掉下去。幼崽才不管，他认定了的爸爸那就是爸爸。不管沈千瑜是什么态度，都已经无法伤到幼崽刀枪不入的内心。沈千瑜不承认他这个孩子，他就执着的继续在他手上蹭蹭，抱着他叫爸爸。沈千瑜不为所动，将幼崽放回床上。幼崽如遭雷击，什么？居然有人能够拒绝撒娇的崽？幼崽都忍不住质疑自己了，是他长得不可爱了吗？崽搓搓自己的圆圆脸蛋，试图让自己的脸更加圆润一点，然后继续抱住沈千瑜的手，翻出肚皮让爸爸摸。崽崽爱你。幼崽继续爱心攻击，沈千瑜金色的舌头有一瞬落在幼崽柔软的腮肉边，然后冷酷无情将手收了回来。幼崽快哭了，爸爸，如果撒娇不成。双眸含着眼泪的幼崽更是无往不利。可是沈千瑜仍然对他说：“我不是你爸爸，我会帮你找爸爸的。”幼崽哇的一声哭了。木头爸爸沈千瑜还有些不明白，幼崽怎么动不动又在哭。沈千瑜的助理文生终于赶过来，身后还带着一个精通各类兽人医学的博士，据说他对远古人类学也有研究。这位博士一看就知道是一只热情善良的金毛犬金医生。他一见到幼崽，身后的尾巴就控制不住摇了起来。可爱的两脚兽幼崽，真好真好，可真是太好了。沈千瑜看着金医生摇成陀螺的尾巴，皱了皱眉头。要不是人是他助理带来的，不然他现在就要赶人出去了。还好金医生还是展现了他的专业素养，对沈千瑜说：“人类是很脆弱的生物，之前的人类还会被奴役，困在小小的房间里一辈子都走不了，所以切记不能在人类面前提及工作、学习等字眼。人类很粘人的，而且人类一定要有自己的小窝，还需要3餐定时吃饭。人类还很脆弱，会动不动就生病、受伤，养一个人类需要付出很多精力的。如果您确定要收养它，那就要好好对待它，这样这只人类才不是无家可归的野人。”沈千瑜没有回答。金医生他看着王，不明白王是什么意思，不打算养这只幼崽。金医生在心底发出一声叹息，然后主动说：“若是王不想养的话，我也可以介绍一些靠谱的人选。”沈千瑜也没有立刻点头，而是叫助理把医生拿出来的名单都挨个去查了一遍，最后将资料交到他的手上来筛选。可是他还没来得及看，幼崽就开始肚子疼了。崽只是刚诞生的崽，在森林里吃了不干净的果子，还有半生不熟的肉，对他脆弱的肠胃来说都是打击。小家伙一下子就病倒了，偏偏幼崽还主动安慰沈千瑜说：“没关系，崽认真喝药，快病好。”沈千瑜哪里还能狠得下心，旁边的助理都忍不住捂了捂心口，更别说沈千瑜了。但是助理也不敢随意揣测沈千瑜的意思，只敢问：“主人，还要叫人过来见见吗？”沈千瑜这下一门心思都在怀里的小崽身上，他说：“先不急。”沈千瑜给孩子喂药的时候也是困难的很，虽然崽不抗拒喝药，但是那补药的腥味不是小孩能够吞得下去。小小的人眼眶红了，嘴巴也红，一直在咳嗽反胃。“我是坚强宝宝。”呜。王虽然脸色一直淡淡的，但也没有一点不耐烦，就算幼崽吐了他一身，他也没有生气，还是先将幼崽哄好了，才起身去换衣服。在换衣服之前，沈千瑜摸了摸幼崽的脑袋，说：“你是坚强宝宝。”崽用一双含满眼泪的眼睛望他，都没注意到自己快成了蛋花眼，这么可爱，这么惹人怜惜，连助理都想要帮幼崽说话了。“王，要不您……”沈千瑜点起一根香烟，道：“不该你干涉的就闭嘴。”助理瑟缩着点了点头，默不作声了。因为幼崽的这场病，所以给幼崽寻找领养对象的事情就这么暂时搁置了下去。沈千瑜每天事务繁忙，忙完回去问幼崽的情况，得到的就是幼崽除了吃药吃饭之外，哪里都没去，也没有主动和别人说过话，就自己慢吞吞走到门口的位置，望着门，像是在等待他的全世界。沈千瑜就算没有亲眼看见幼崽一个人孤零零坐在门口等他的样子，听见下人这么描述，也忍不住心脏抽搐了一下。他又去问了金医生，医生说那是因为幼崽没有同类相伴，也没有玩具消遣，可以给幼崽买一点玩具，或者给他一个光脑，实在不行让幼崽和兽人贴贴也是好的。不过就是嘛，两脚兽好像喜欢毛茸茸的比较多，像您这样的生物在人类的审美里面不太吃香的。不过崽要是有需要，我也可以变成兽形和他贴贴。金医生那叫一个自告奋勇。沈千瑜本来可以同意的，而且他身边有毛的兽人多的是，但是沈千瑜也只是沉默一句，说：“玩具的链接发过来。”助理全部都去买一遍。第二天，幼崽就得到了一堆的毛绒玩具，还有光脑，甚至还有全息游戏。但是小小的幼崽对于这些诱惑好像都没有多大兴趣，只是摆弄了一下玩具娃娃。在沈千瑜出门上班之后，马上就放下了玩具，又一个人坐到门边，呆呆望着门数脚趾头。“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啊？”旁边守着的兽人实在看不下去，想要禀报王，但是碍于王可不的掌控欲，任何越权的动作都可能会被王开除，他们都陷入了纠结之中。不过今天工作的沈千瑜也心神不宁的，开会的时候频频走神。他的房间不是没有监理，只是为了控制自己的掌控欲。沈千瑜很久没有打开了，沈千瑜抽着烟，还是打开了尘封已久的监控。画面一转，就看见一排小团团把门口围了个水泄不通，其中最高的那一个睁着大大的眼睛，抱着膝盖一动不动看着门口。沈千瑜看得入迷了，连烟蒂烧到手指都没有发觉，直到烟灰烫到他才回神，一下子起身，将旁边的助理弄得一愣：“主人，等会儿还有一个晚会，推掉，回去。”沈千瑜大步流星往门外走，他似乎一刻都不想等，一刻都等不了。沈千瑜大步推开房门的时候，看见的就是被吓醒的崽。崽看到他愣了一下，沈千瑜第一次主动抱起地上的幼崽，还帮他捡起一地的玩具，问幼崽放在哪里。幼崽似乎是高兴傻了，没有回答他。还好旁边的助理这个时候上前跟沈千瑜说：“崽一般都在那边的地毯上玩玩具。”沈千瑜看他一眼：“你倒是比我了解他。”助理低下头但不辩解。沈千瑜收敛了思绪，一门心思看向怀里的孩子：“下次不要等我了，我很忙，不一定很早回家。”幼崽又摆出了那副可怜兮兮的表情，期待落空时的失落感让崽垂下了脑袋。沈千瑜顿了一下，第一次将自己的话收回去：“你跟着我
我上班吧，不过一定要安静听话，若是打扰了我一定把你遣送回家。幼崽这下高兴了，他露出了这几天郁郁寡欢后第一个灿烂的微笑，这恍若隔世的感觉让沈千瑜的心脏再一次受到了重击。第二天天还不亮，沈千瑜就察觉到幼崽起了床，现在在他身上跑酷。明明平时睡到他起床去上班的时候还觉得没睡醒，怎么今天这么一大早就起来了？有这么兴奋吗？沈千瑜也对幼崽的活泼有些不堪其扰，只能掀开被子，抓住偷偷从人类小窝里爬上床的崽，对上对方在黑暗中那双亮的有点惊人的眼睛，他将崽揪出来放在身边，道：天还没亮呢，睡觉休息。被按倒在原地的幼崽这才消停下来，眼见着沈千瑜来抓他，他又躲不掉，所以也没反抗，还恨不得在沈千瑜伸手过来的时候主动翻起肚皮让沈千瑜摸。可惜沈千瑜是只太刚正不阿的兽人，只会的将人抱在身边，用手臂诱于怀中，然后盖上被子，掖好被角。幼崽闭了一会儿眼睛，趁着沈千瑜再次进入梦乡之后，又爬了起来，并且将自己的玩具、饭碗、筷子，还有盖在身上的小毯子、小枕头，所有喜欢的用品一塞进了沈千瑜的行李箱，他甚至把自己都塞进去。沈千瑜起床之后，看见的就是坐在行李箱里的幼崽，幼崽眼睛亮晶晶的，写满了一句话：带我走吧。所以沈千瑜连生气都不知道该怎么生，可爱的崽崽只是想跟着监护着，能有什么错呢？沈千瑜上前将幼崽抱了起来，终于熟练的拍了拍幼崽的背。不过沈千瑜始终都还是理智和清醒，他依然冷酷的对幼崽说：玩具只能拿2个，不可以多了。幼崽垂头丧气的牺牲了自己的好朋友们，看上去尤为痛苦，悲伤欲绝。沈千瑜想了想监控里对别人警惕，不会主动靠近别人的幼崽，又看了看此时在他怀里用他的衣服擦眼泪的崽，心里又酸又软。直到沈千瑜看见崽在偷偷看他的脸色，小滑头，从来讨厌被别人拿捏、被别人算计的沈千瑜只觉得好笑。他吩咐手下重新打包一份幼崽出门用的包裹，在手下以为很简单的时候，就听见沈千瑜吩咐说：幼崽的衣服和被套都按照现在的标准再在我的办公室备一套，幼崽喜欢的玩具带走，还有崽擦嘴巴的小帕子、崽的奶粉、崽的小点心、小零食。手下越记越头晕，不知道的还以为王要举家搬到公司里面去住。今天是沈氏，也是整个兽族的狂欢，因为他们讨论了好几天的幼崽，今天终于被王带出门了。一时间属于崽的专属论坛里尽是一片歌舞升平，欢欣雀跃。而因为讨论热度太高，居然意外的冲击到了娱乐区第一、全区第3，仅次前面的军事板块2个位置。这下导致其他那些没有观看到8角比赛的军区兽人和其他小部分兽人都进入了这个板块。有些路人一点进去就被幼崽之前的比赛录屏所征服，但是还有些嘴硬的兽人就要在里面上蹿下跳，这是什么玩意儿？人类幼崽，育儿频道滚去休闲区，挂在军事情报下面算个鸡毛，不用你们挂心，我现在就在去沈氏开会的车上，等我亲自揭穿那个人类幼崽的面目。这其实就是沈氏为了夺取流量的阴谋。刚将这个评论发送出去，他的号就被那些崽党给举报到炸号。殷吹叶不在意的将光脑拿开，但是又觉得气不过，转身想叫助理再给他一个 ID 号，结果被助理提醒已经到沈氏了。殷吹叶只能下车，这次他爸爸对他耳提面命，叫他记得不要得罪沈家。可惜殷吹叶实在是年轻张狂了些，他一进门就找着那个所谓的幼崽看，却在看见沈千瑜亲自抱着幼崽显身的时候陷入了沉默。在一群或穿着军装或穿着黑色西服的年轻强壮的高阶兽人中，幼崽如珠似宝的被沈千瑜捧在掌心出现，每一个人都惊讶于幼崽的完美和柔软，也不断的露出贪婪和艳艳。但是幼崽还没察觉到自己的出现已经让所有人都出戏，他还觉得自己和爸爸走在一起就和爸爸一样变成了狂拽酷炫的大宝，所以他也跟着板着小脸，一脸冷酷，那佯装冷酷捂着腮帮子的样子，不知道又懵倒了在场多少个人。只不过他们都是专业的，绝对能够不让自己失态。而殷吹叶因为不会掩饰自己，看幼崽的目光太过直白太过贪婪，已经被沈氏的助理盯上了，他连幼崽的身都进不了，就被保镖悄无声息拖下去解决。而沈千瑜这边落座之后，便将幼崽放在自己的怀里，然后他按照惯例让其他人也入座，开始会议。现场大家的心思是看不见的，但是弹幕上所有人的反应都是实打实的。崽，终于见到你了，我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崽呀，还记得叔叔吗？撸的弹幕小时候抱过你吗？截屏干什么呀？都愣着呀，这样我就好偷偷截图回去亲亲宝贝了。嘿嘿，官方的会议发布第一次那么多弹幕，第一次全部都没聊正事。沈千瑜正在正襟危坐听手下汇报呢，突然发现在场的兽人都有点心不在焉的。然后助理将光脑画面摆在沈千瑜面前，就看见他所处的会议画面上密密麻麻全是弹幕，全在讨论他怀里的幼崽。沈千瑜第一反应不是公事公办，他的第一反应居然是嫉妒。他想的是，这明明是他的幼崽，崽只会全心全意喜欢他，为什么要被别人看扁？沈千瑜放在幼崽身上的手紧了紧，最后松开。就算他内心涌出无数的黑暗想法，但是沈千瑜面上都保持着绝对的理智与慵懒。沈千瑜伸手将幼崽放在助理怀里，又侧头对助理嘱咐了几句，下一秒弹幕就被官方清空了，幼崽也被抱离会议现场，坐在不远处的后台被助理哄着。被禁言的兽人们倒是早有预料，但无所谓，只要能确定幼崽还是在王这里，只要王还会带着幼崽出现，他们就有机会再看见幼崽。只不过他们没办法这么明目张胆的讨论幼崽了。沈千瑜转身就叫人把崽的论坛都给封了。不是，他们只是在分享幼崽的可爱，又没有危害社会发表动乱言论，凭什么封他们？他们一怒之下怒了一下，转头就建了一个更加隐秘，需要跳转好多的链接的新论坛，而且一怒之下把自己私藏的所有崽的资源都放了出来。而沈千瑜回去之后，居然还偷偷看了看他们被封的论坛里的资源，本意是想检查一下有没有什么不利于幼崽的信息，却没有想到会看到各种角度铺天盖地的幼崽照片。他看见沈千瑜坐在办公桌后面，就哒哒哒跑过来，崽坚定爬上沈千瑜的怀里，没骨头似的一靠，躺着亮出肚皮，刚好可以阻止沈千瑜伸手办公。沈千瑜低下头，看着幼崽一个悬的毛茸茸头发，还有小圆脑袋，脑海里就冒出来一句话：崽的脑袋都这么圆滚滚的。
头发也亮晶晶的，像个小雪人，是不是放怀里捂热了就会化呀？沈千瑜的眸色变得深沉起来，但是他怀里的幼崽没看到爸爸的脸色，反而看到了爸爸手里的光芒屏幕。幼崽转过头，朝着爸爸的脸蛋吧唧就是一口。爸爸用我的图做壁纸，爸爸爱崽崽。沈千瑜他觉得那些人论坛里疯狂描述的崽的魅力，都抵不上刚才幼崽这一击。崽大喊助理，叔叔，爸爸怎么不说话了？爸爸好像晕了。沈千瑜凭着极强的意志力很快清醒了过来，他趁着崽不注意，将论坛里的图片、视频、图文全部都备份保存了。在幼崽以为他爸爸正办公的时候，沈千瑜其实是在看写的他和崽的相处小短片，但是重点都只是在崽身上，看幼崽怎么朝着人撒娇，怎么可爱，而他就只是一个方便被带入的摄像头。沈千瑜很想有一种把写这些的家伙抓出来让他重写的冲动，但是他也没有那么过分，只是想个办法查到了那个兽人的地址信息，将他所有的 ID 号全封了。兽人看着面前的屏幕大喊，不是吧，我又没有乱写什么，我就只是写一点点和崽崽的相处方式，不会是王举报我了吧？旁边的兽人默默白他一眼，王日理万机，哪有时间来处理这些事？可能就是审核把关于崽的相关话题全部封禁了。他们不知道那天是他们无比接近真相的一天。而沈千瑜举报完毕之后，抬起头就看见幼崽在他的床上爬来爬去，无聊的到处孤勇。沈千瑜走过去将他抱起来，你现在是小人，小人只能睡小窝，一直跟着我睡，万一我一不小心就会压到你的。说着，沈千瑜就将崽放在了自己床边的小窝里，但是幼崽就是不睡，每天晚上都跑来挨着沈千瑜，一定要趴在沈千瑜身上，或者贴着沈千瑜的皮肉。医生说那个小窝里没有沈千瑜的味道，所以幼崽不喜欢。沈千瑜也习惯了自己的身边总要睡着一个小暖奴，他觉得他快要冬眠的本能都因此得到了抑制，而且他的状态不是自己的错觉。最近的体检报告出来之后，医生也告诉沈千瑜，不管是身体状况还是心理评测，现在的他都比之前好了很多，连高阶兽人常见的基因病爆发概率都下降了好几个点。若是这样发展下去，他也许可以打破高阶兽人寿命短暂的命运，带着兽族进入另一个时代。但是再怎么心神激荡，他都知道自己不能总是依赖幼崽，幼崽不适合出现在王族。最近他带着幼崽出门的时候，总有一群狂热的幼崽粉丝跟着他们的路程移动，万一有人失手碰到崽，不知道幼崽的脆弱，轻轻的拥抱就会出现惨剧。所以沈千瑜已经下了决定，他重新从书桌上拿起之前助理查过来的人选资料，看到深夜左挑右挑都挑不出来一个条件不错的，只能叫助理先把这些候选人叫过来。被叫过去的高阶兽人们一开始也被蒙在鼓里，等到了王宫之后才被通知自己是去面试幼崽的监护者，一时间他们都有些意外。不过相较于那些候选者，都像是开了屏的孔雀，一个赛一个激动。玻璃房间里面的沈千瑜一直保持着低气压，助理知道沈千瑜跟幼崽说在外面工作的这2天其实都是在这里看候选者的底细，但是王始终没露出满意的意思，也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低沉的气压一直笼罩着在场所有人。所有人都明白王现在不高兴，助理都有些觉得揪心了，与其这么默默付出，为什么王就不愿意将自己的情感告诉幼崽呢？明明幼崽一直认为王就是他的生父，如果他们心意相通，也许幼崽根本不用被送走，他只能无声无息地站在沈千瑜身后，冷眼看着沈千瑜的标准，看着沈千瑜的衡量结果。沈千瑜光是从这些人身边走过去，高坐于王位之上，就足够令人腿软胆寒。但是那些兽人想到自己将要见到的幼崽，又强行忍住了胆怯的冲动，脸色各异地站在沈千瑜面前。沈千瑜甚至没给他们说话的机会，视线冷厉扫过所有人，然后抬手叫了一半以上的家伙滚蛋，在他面前都不敢直起腰来，还怎么成为幼崽的监护者？沈千瑜的脸色越发冷硬，但是按照流程，他无法做出决定的部分，就该交由幼崽自己决定。于是他们会单独与幼崽轮流相处半个小时，幼崽正一个人玩着助理给他找的益智小游戏，只可惜崽的运气有点差，每次都差一点点才能打过敌人过关。很快，小小的脸蛋就鼓了起来，对方进来的时候看见的就是这一幕，好可爱，是与屏幕上看见的还要可爱千百倍的那种。那兽人快控制不住暴露自己的兽形拟态了，2只兽耳从他头上顶起来，连尾巴他都控制不住，暴露了出来，在空气中一摇一摆。偏偏幼崽根本不知道，高阶兽人平时不会轻易放出自己的拟态或是原形，除非是需要战斗，或者是进入热期等特殊情况。总之，现在的兽人已经进入攻击性极强、异常兴奋的状态，但是幼崽却还傻乎乎地盯上了对方晃来晃去的猎豹尾巴。他就像看见了逗猫棒的小猫，脑袋就跟着兽人的尾巴转了，一副被毛茸茸迷了心智的态度。哪怕是对方一点点靠近他都没有抗拒。但是在兽人离幼崽只剩10米的时候，门口的警示灯率先亮了起来，之后亮起来的就是兽人进来之前戴在脖子上的警戒环。如果兽人不听劝告，要伤害到幼崽，警戒环就会释放电流，强行电击控制兽人。兽人感受到警戒环的收紧和运转，只能不甘心地退了出去。才3分钟不到，怎么就要我出来了？你们这是不遵守规则。助理站在旁边对他说，抱歉，控制不住自己的心跳血流，进入假性热期的不合格。凭什么？我只是看到幼崽激动了一眼。助理没有和他多费口舌，直接叫人将他带走。这边沈千瑜正注视着监控，脚下是被他不小心捏碎的烟灰缸。刚才看见那兽人露出那种失态，又用尾巴靠近幼崽，沈千瑜就已经控制不住心里的怒火。助理又等待了一会儿，没有等到王叫停面试，所以他又叫了下一位候选者。这位候选者倒是明白自己不能轻易靠近幼崽，所以就干脆靠自己的美色行事，引诱幼崽来靠近他。他是鸟类兽人，有爱美的天性，自然也知道自己哪里看起来最好看。
他露出自己看起来无害又楚楚可怜的侧脸，对着幼崽说：“仔仔，你愿意和我一起玩吗？我都没有朋友。”幼崽看着对方的表情，还以为他要哭了，只能跑过去想要安慰对方。兽人头顶上的警示灯又响了起来，助理看着那一捧好茶，又看看监控眼，沈千瑜的脸色已经黑得不能再黑。这种只会示弱装可怜的家伙，要怎么照顾幼崽？总不能让幼崽照顾他吧？之后又来来去去了几位兽人，均以不超过3分钟的时间退出，连幼崽都不知道助理叔叔他们究竟在干什么了。为什么这些人和他打了招呼，没说2句话又走了呀？幼崽不太明白，幼崽有点犯困，幼崽想爸爸了。崽走到门口，踮起脚尖，将脸直接压在窗户玻璃上，想要通过透明的玻璃看到外面的爸爸。谁知道他将脸蛋压在玻璃上，挤成瘪仔仔的样子，也能轻易将外面的人通通蒙杀到喷鼻血。最后一个过来的兽人刚好见到这一幕，这兽人本来就年轻，是世家小公子，才10几岁，不比幼崽大多少，所以他也有点少年人心性。看见可爱的小崽，直接露出自己的原形，展现热情。只见一只巨型东北虎风风火火闯入房间，出现在了幼崽面前。在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就跟一只大猫一样，就这么水灵灵的开始打滚翻肚皮，对着幼崽摇尾巴：“来呀来呀，过来一起玩呀！”幼崽哪里抵抗得住大猫的诱惑，立刻走过去趴在东北虎的肚皮上，把自家爸爸忘得一干二净。毛茸茸，终于撸到了，幼崽都直接爬到大猫的肚皮里躺着了，而东北虎则是惬意的甩了甩尾巴，然后低下脑袋给幼崽舔脑袋上的毛毛。这也是毛茸茸兽人里长辈唯一关爱小辈的方式。虽然他舔毛的方式还略显生疏，尽管他已经尽力收敛了力道，但是大猫舌头上的倒刺对于幼崽的皮肤来说还是太过粗糙了。崽没被他舔2下，脸蛋上就透出了一点浅浅的红痕。崽刚想推开大猫，就被一道杀过来的脚步声捡起，然后落入一个稳稳的熟悉的怀抱。沈千瑜冰冷的声音从头顶传来：“把你那愚蠢的原形收好，滚出去！”东北虎吓得毛都炸开了，4只脚乱七八糟各走各的爬出了房间。幼崽，他问爸爸：“爸爸，大老虎也会同手同脚吗？”沈千瑜毫不在意的回答：“可能吧，毕竟他们很蠢。”他现在只在意幼崽满身的老虎气味，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从老虎窝里偷来的幼崽呢。所以沈千瑜顾不得其他，第一件事就是抱着崽去洗澡，上上下下全部搓一遍，直到幼崽香喷喷出炉，又恢复了往日小蛋糕一样的蓬松香气，沈千瑜才觉得自己没那么生气了。是的，他在生气，他在愤怒，他在内心怨恨那个不敢迈出脚步将幼崽推给别人的自己。沈千瑜不知不觉间不仅降低了自己的底线，他甚至在自己都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将底线换成了幼崽。幼崽就是他不可触碰的逆鳞，但是到现在沈千瑜也不敢问幼崽是不是真的愿意与自己在一起。他曾战无不胜，但在幼崽面前却成了胆小鬼。当爸爸走神的时候，崽崽就自己拿着毛巾在擦头发，把自己那一头漂亮的头发蹭得乱七八糟。沈千瑜感受到幼崽甩脑袋甩出来的冰凉水滴，这才惊醒过来，继续给幼崽擦头发。擦完之后，沈千瑜也不由得想到了他曾经偷听到手下们悄悄说的话：崽的脸香香的，脚也是香香的，虽然有点变态，但我真的觉得手小脚小的崽好可爱呀，跟小包子似的，全身上下都想亲。沈千瑜的目光落在了幼崽的小脚丫上，还真是像一弯胖嘟嘟的小月牙。沈千瑜的喉结上下滑动了下，似乎在纠结，然后他再往身后看了一眼，确定手下们都在门外，才默默低下头，捧着崽的脚丫靠近吸了吸，还真是一股崽崽味，又忍不住继续吸。到最后，沈千瑜一张脸都埋在了崽崽的怀里。崽本来就迷迷糊糊在犯困，根本没察觉到爸爸在偷偷吸崽，直到一声杯子摔在地上的声音将幼崽和沈千瑜一道拉回现实。端着崽的睡前牛奶的助理大受震撼，